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26号，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短线估计要变盘，因为上一周自这一根多方吞噬出来之后，一直在判断有可能17000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，它这边需要时间来震荡化解。前面在18000的高位，希望朋友们不要去追比特币，不要因为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，追在这种上通道边缘的位置，有可能它会再压回哦，你利用压回的时候再去买。那现在压回的低档已经整理了5天，包括昨天视频在结尾的时候有提到一个重点，4个小时的比特币是有双强势的结构。那如果再配合昨天一些币种，比特币或者以太坊也是打出了一个下影线，4个小时现在有一个上升三角的结构。这种结构以往变盘突破经常都是往上去突破的，有没有这种可能性？或者是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国外的一些技术派也是有提到，这一个下跌趋势通道它只是一面旗帜，熊旗是还在，有可能只是在反弹熊旗，确认会再继续往下崩。我的观点是有不同啊，有可能目前还是在震荡，等下来跟大家聊。以及狗狗币昨天视频已经跟大家讲了，我现在不看这个下降通道，至于原因你去回顾昨天的视频，现在为什么以这个横向通道来对待。那昨天交代的这个 0.073 其实也是打出一个下影线，你可以做高抛低吸啊，就看你是不是风格只是针对短线啊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要全链接注册，币安 OK 返用20%，或者认证过的朋友可以用千人的身份认证，币安转币安 OK 转 OK， 不用手续费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吧，这个位置昨天有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4个小时的形态，我们有2个参考点，一个是这边有一个多方吞噬，还有一个这是一个成型。那前面在这个区间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到，它这边是一个强势整理结构，因为既然有一根多方吞噬，我们参考的 K 线有几个位置，就是它这个收盘价附近，你拉一个矩形去观察。当时在这边的时候一直在讲，它这边是一个强势整理的结构。整理一般有几种嘛，比如说一根上涨的 K 线出来之后，它在收盘价上方附近这边震荡，这种是强势的结构。还有一种是上涨 K 线出来之后，它有可能会压回到一半的位置，这种是相对中等的一个整理结构，在这个位置整理。那还有一种就是上涨 K 线出来之后，它会重新压回到收盘价，就是在这种区间来震荡。另外有一种就是跟大家经常讲到的奔走型整理，它会走高，然后重新压回到这个位置。所以现在的一个情况很明显哦，就是它这一个区间举行震荡跌破以后，一根2根，第3根马上就收了回去，而且这一个收上去又是一个成型的结构。那我这2天也是一直有在讲，就是这一根收盘价的附近，它其实价格感觉都是一直在这一个收盘价上方，盘中虽然是有瞬间跌破，或者是跌了一根，第2根马上收回去。那昨天是又挖出了一个低点，目前的价格还在这一个收盘价附近啊，所以现在是有2个强势的结构。我的观点是不排除，如果你再配合其他的技术指标，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均线组啊，均线组现在是有一点不同啊，你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现在价格是在60 MA 上方，然后我们看一下60的成本，4个小时里面啊，现在是在这一个，还有1根、2根、3根左右，所以今天结束以后，它整个60的成本也将来到这一个区间的低档。那如果再配合这一个250的 MA， 昨天是有跟大家讲到，它目前的成本其实全部都在这个区间，不排除有可能整理到位，那你再去观察 MACD 是不是在零轴上方，所以不排除如果是在零轴上方也是强势的一个结构。我的观点是你再去观察裸 K 的一些形态，因为昨天打出的低点，现在整个形态也是有一个上升三角，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突破是关键啊，17000。但是突破17000，我的观点是它也不一定会一直这样子上去啊，你再观察，有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震荡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前面有跟大家讲到的一个观点，就是它这个矩形的区间上去你有可能会陷阱，下去有可能也是会陷阱。现在还是一样以这个矩形来对待。为什么以这个矩形来对待？你尽量就观察它可能还是在这边矩形震荡，就算能回到17000或者是上去，你要观察它有没有可能再压回，或者下去有可能会再重新返到这个里面。主要就是因为日线，今天要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是这个60 MA，
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60天前的成本，还有1周啊，今天是在这一个，还有1周左右，马上也要，可能在下一周就要来到这个地档。那如果60天这一个区间就是维科夫或者是主力的筹码积累区，我的观点是不排除现在这个位置还有可能还是只是在震荡。然后国外的一些投资人是认为，他说这是一个旗形，有可能旗形会再继续往下崩。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，如果是往下崩，前几天是有跟大家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一根是一个多方吞噬，它的收盘价附近啊，是在16200附近。当时是跟大家讲，你这一波压回有可能不排除16200也是一个支撑位，这个位置是没有命中啊。你尽量观察，有可能这个区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。至于这个旗形，我的观点是有一点不同啊，因为我们明显观察一下，这一波上去以后，量能是有转出多方的量能，整理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缩量，包括这2根在突破的时候，其实也是有量。那这一次下跌的时候，其实量能是有一点缩，包括这一根上涨的时候，量能也是有出来。你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基本上下跌的时候都是没量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有可能这一个不是一个旗形啊，它只是在这边区间震荡为主啊，是不是在等那个60 MA 要走成一个正向排列以后，然后看到时候会不会往上去突破。另外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个以太坊，包括推特上面国外的一些技术派也是有在观察，他说这是一个上升三角，4个小时里面啊，但是它不同是说以太坊有可能会重新达到这个1080的一个支撑区。那么来看一下以太坊的这一个图形啊，1080大约就是这2个低点位置啊，有没有可能来到这个位置？我的观点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，前几天在这个低档的时候是跟大家讲，它其实这一根多方吞噬就是比特币16200附近的那一个支撑位，以太坊是撑在这个位置就上去的，所以我的观点是可能性不大啊，要破这个低点嘛，还是说它有可能只是在这一个区间里面来震荡？至于能不能回到这个矩形是关键啊，如果能把这个压力位给过了，它有可能会在这个矩形里面来震荡，如果这个压力位没过，有可能就是在这个矩形来震荡。那至于短线上的一个走势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以太坊，这是一根多方吞噬，就是这一根 K 线，你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收盘价一般都是横在这一个位置，下影线基本上有些筹码都是被下出去。那如果这边不是有一个上升三角，就是4个小时里面刚刚它的一个形态，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上升三角，按以往的经验一般都是要往上去突破哦，就是说明每一次压出来的低点它都没办法再破前面的一个低点，然后高点的压力位是一直维持在这一个水平线上。当然这一次能不能过关键点，前面几天也是跟大家讲，要过这个位置的时候必须要翻量，主要原因就是这几天是迟迟没有量能出来，最后还是一样可以丢没有出。